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做视频汇报我的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回到中国，天天是阴天，那比泰国冷多了，是吧？这个人都不想动了，脑子都萎缩了。今天大晴天，玩叔就出来做个视频啊，跟大家汇报一下玩叔的从0到100万美金这个进展如何啊？现在玩叔是重仓 Adobe， 跟大家汇报一下，占了25%仓位啊。前阶段呢就把这个相对高点吧，把这个 BRK 点 B， 就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抛掉了，把谷歌也清仓了。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么做啊？卖出伯克希尔呢，是因为玩叔觉得伯克希尔公司作为一个上万亿级别的大象啊，未来大象很难起舞。阿贝尔，我觉得能不能继承巴菲特的这个理念啊，这个都没问题，但大象难起舞。他们最后进了个什么股票？纽约时报，玩叔死活想不通为什么进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这个是左媒是吧？就算不是左媒，好不好？就算它这个是客观媒体，你市盈率搞的30倍啊，28、9倍见的货是吧？拼的传统媒体现在都，我觉得巴菲特一辈子搞传统媒体是吧？从华盛顿邮报起家赚了好几倍，咱们传统媒体还有发展力吗？那就看到现实了，对不对？蛮多人就不定了。当然，纽约时报的订阅还在增长，有1200万的订阅，未来能怎么样呢？似乎有种西洋这个企业的这个夕阳西下的感觉啊，所以我对他这个投资打了大问号。王叔也曾经跟庄巴菲特是吧？派拉蒙跟错了，他也斩仓出来了是吧？所以呢，难道巴菲特没吸取教训吗？王叔打个疑问，并且呢，巴菲特的公司现在目前是500块钱这样一个价位啊，它的盈利水平这个市盈率也30倍了，我觉得太高了。王叔现在要碰的话，就碰市盈率10倍以下的公司，你像 Adobe 就是的所以王叔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 Adobe 现在重仓。你看它的市盈率10倍以下，王叔做股票呢，一般来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宏观分析、行业分析、公司分析、财务分析加上心理分析，5个分析全跑通，我就杀入。你像所谓的宏观分析说的蛮简单，就是挑准国家，你买这个国家的股票，这个国家经济不行，你看阿富汗、伊拉克，那你买它，那你惨了，对不对？那么挑国家这一块呢，有人喜欢，比方说印度现在正在发展，中国还在发展，王叔不挑，我就挑一个这个过去长期稳定发展的，就是美国股市。当然欧洲也可以考虑考虑，日本也可以考虑考虑，加拿大就不考虑了，对吧？蛮简单，这个国家是吧？它的基础制度好。长流，美国股市长流，我之前还有视频专门讲过，美国股市长流，只要买指数基金，是吧？你的 SPY 指数基金，你是长流，你是要某个熊市来的时候，像这次什么伊朗打仗啊，是吧？经济又下行啊，是吧？那个时候反而是你的建仓机会，你要拿住就行了啊。所以呢，蛮简单，这叫宏观分析，好不好？当然，具体的经济衰退，那还有不同看法。我们有时候也抓不那么准，但是你长流你不卖，你这个行了。但是卖某个公司不行。你看王叔现在投资公司，那有时候经济好，你公司不行也完了，对不对？但是搞得好的时候，那么你经济不好，我公司买对了，我也要赚钱，对吧？所以我搞公司，所以宏观分析完之后就根据行业分析，就你买的行业不能是个夕阳行业。你像那个报纸行业，我是认为夕阳。曾经伯克希尔巴菲特认为这个航空行业是夕阳行业，它不赚钱，铁路行业也是夕阳行业，这我也觉得有道理。包括现在汽车行业都是重资产，夕阳行业，对吧？这个行业也不能说它一定垮掉，但是你没有什么高的利润率。行业，我用行业分析，对吧？当然你可以配置一点也可以。王叔喜欢的行业就是软件行业、科技行业、生物制药行业，这是军工行业，这个是吧？不能说是一定是朝阳，但是它起码上是长期这个是吧？这是高科技嘛，对不对？这个好像是美国的优势地方。买对一个国家，在买对优势的行业，才可能赚钱呢。
吧？这是逻辑啊，蛮简单啊。所以宏观分析完之后，就行业分析，行业分析是公司了。公司玩书一般来讲就挑这个行业第一，细分行业第一。比方说 UNH 联合健康保险，那就是在美国的健康医疗保险，它是行业第一。他低的时候啊，比方说他的董事长那个总经理也被杀掉了，是吧？他那个收费也比较这个收完费之后啊，这个保险理赔方面多少有点问题，老百姓看他的看得不顺眼，是吧？就杀得好，这时候股价是创新低，玩书捞一点，当然现在也套着了，现在还套着啊 ，UNH 现在套着了啊，当然我仓位比较少一点啊，不到5%仓位，是吧？这个公司一定是行业第一，你像 Adobe 的行业第一。虽然 Canvas 玩书也在用啊，做这个油管，做这个视频，我也用 Canvas， 我的 logo 就是 Canvas 做的啊 ，Canvas 点个赞，不错啊。还有 Figma， 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是行业第一还是 Adobe， 他们两个能不能超过他呢？有人说会取代啊，超过他们。谈何容易啊，兄弟们！玩书是搞管理的，那 Adobe 有3万多人，是吧？你这个看这个 Figma 8000人啊，什么这个 Canvas 是8000人，这个 Figma 5000人，你超过他，他等着你超吗？傻子吗？啊，玩书有个蛮简单的观点，你要超我要是这个 Adobe 董事长，蛮简单，来3万人吧，分5000人对付 Canvas， 分8000人对付 Figma， 好不好？你们找 Figma 学，找 Canvas 学啊！不要超过他，你学他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不就结束了？人家是傻子吗？啊，人家那3万人是傻子，董事长是傻子，这董事会都是傻子，是吧？你抄那么好抄啊？护城河，人家建立起的护城河就不是那么容易打破。当然不是说不可能抄，是很难抄。所以我还是说一般挑行业第一，不会挑行业第二买公司。这是我的公司分析，这么简单这么说啊。公司分析完之后，财务分析。财务分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财务状况过去10-20年从来都是健康的，他的负债权益比例永远不能超过100%，他的 ROE 指标永远是在15%以上，越高越好，他的营业利润率在20%以上，这是基本财务指标，对不对？你像现在这个26年的1季度 Adobe 的财务指标出来了，对吧？64个亿的营收，标准的会计每股利润4.6块，非标准会计的6.06块，可以吧？你6.06乘以4就是1年24块，对吧？按照标准来，那就是4.6块，然后4.5的将近20块钱嘛，是吧？18块钱左右吧，是吧？对不对？它现在股票200块钱，那就是是吧？10倍以下。远期市盈率10倍以下，就相当便宜嘛。然后它的这个营业利润率啊，标准的是37，非标准47，营业利润率高啊，赚钱呢，做的赚钱呢，靠订阅费的收钱呢，是吧？今年1季度它又回购了810万股，还有220亿的在途收入就可以。转成收入的就已经还没实现啊，合同已签了，200多亿，对吧？经营现金流29亿，是吧？过去的全年260亿，每年增长10%到12%这样一个比例。那这个看这个财务报表看到不？财务健康的很，还在赚钱，对吧？这种公司10倍市盈率，我认为25倍、30倍可以吗？按照估值来看的话，它这个可以跑到高估可以到600到700块一股，低估400到500块一股。玩出最后的算法是再怎么算470块钱一股还是有的，它居然跌到230，拦腰一半50，所以玩出对不起重仓。但是玩出由于之前那个仓位拿早了点，我现在仓位大概在300以下啊。就是摊到平均仓位290多，还有点高啊！现在套了我20%，但是玩书不怕，赌了。如果这一仗Adobe这一仗未来他不赚这个500-600块钱，玩书赚钱赚1倍啊，那玩书就栽了。这个Adobe在玩书现在心里面跟大家说啊，玩书以后不搞股票了，
老了，水了，是吧？虽然王叔原来最开始是做 IT 行业出身的，搞软件的，我水了 ，out 了，算了，以后不搞了。如果这次失败的话啊，所以我这么看他的财务报表。所以从了宏观分析到行业分析到公司分析到财务分析，最后到心理分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4个分析都分析对的情况下面，这个公司股票不可能低，不可能低。你看对吧？美国公司是吧？行业第一，软件行业是吧？这个财务指标那么好，它不可能这么低。那低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大家都认为 AI 会取代它的，因为它是个创新行业、创意产业、创意行业是吧？你这个创意人家 AI 取代你了，你废了，你商业模式都完全变了，你这什么订阅制也废了是吧？人家不用创新了，人家 AI 也创新了是吧？你的商业模式这个链条啊，什么 PDF 这个底层链条啊，什么东西它都废了，大家是那么认为的啊。所以认为你未来呢可能往零跌，就像原来我还说卖计算机的是吧？当年有个惠普产业嘛，惠普计算机对不对？现在惠普还有啊，惠普从是一两百块钱跌到现在10几块钱，它产业这个夕阳西下，那叫Adobe对不起，那你往零跌。王叔认为不会，王叔认为这个 Adobe 因为 AI 的发展，大家反而用 Adobe， 为什么？蛮简单，你看王叔原来用的 Canvas， 跟我设计个 Google 设计个 logo 啊，那个老 Adobe 太复杂了，王叔现在年纪过了，用不会。现在 AI 是生成图 ，AI 抠图，很简单了。据说有70、80岁老太太也开始用 Adobe 了，我还是现在是60岁了，我现在我也下步怎么用 Adobe 了？为什么呢？它好用，简单用 ，AI 帮忙啊。所以 AI 是助力而不是主力，这是王叔的认知。这个认知如果错了，全部逻辑都错了。前面哪怕你什么宏观分析、什么行业分析、公司分析、财务分析，全分析错了。所以这个逻辑是基本东西啊，就叫心理分析，就是别人的心理对不对，我心理对不对，是我对他对。如果我对了，我就赢了；我错了，这个股就输了。大家听懂吗？所以我认为这个 Adobe 商业模式啊，就订阅制的模式啊，不会因为这个大家都有 AI 了啊，我觉得反而因为 AI 反而不靠谱，还是要人审核、人把关，没有人把关不行 ，AI 不靠谱。我上次到泰国去，到商场去，我查一下21航站楼和上泰百货有没有曼谷银行，我就办点事儿。哎，他说有曼这4楼有曼谷银行，哎，21航站楼人少一点。哎，你去排队，免得排队。我后来去21航站楼没有曼谷银行，后来我问他，他是猜的，推理出来的。妈，这扯淡的嘛，这是什么 AI？ 我的没 AI， 我自己我问个人，或者我上泰我也去过有银行嘛，我去我就怕我当时21航站楼还办点事儿，对不对？所以 AI 是害人呢，这人工智能哪是人？搞不好人工智障。我还说早就说过，搞不好人工智障。所以 AI 不可能取代。所以 Adobe 的护城河依旧宽阔，为什么？订阅制继续有，它的那个价值链啊，所谓的价值链，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 AI 能够创造现金流啊，那最后你要向它交钱呢，这个模式变不了，对吧？这是王叔的理解啊。所以 Adobe 重仓25，它再跌，老子搞个30仓位，我也无所谓了，和Adobe这个共存亡了啊！我王叔现在，好吧，这个没关系啊，跟大家交流交流啊，大家愿意听就听啊。王叔有时候这个天气不好啊，心情不好也懒得做视频啊，这个无所谓，我也不靠它挣钱是吧？我现在靠股票挣钱是吧？去年谷歌搞了1倍是吧？你像伯克希尔不赚钱，我把它出货了，赚点小钱不行，那个涨太慢，它这个，哎呀，它的收益这个半天。它这个体量太大，它也没好的投资标的，是吧？它这是吧？这阿贝尔肯定是个守成的嘛，是吧？那创新能力肯定没有巴菲特的脑子快，哈哈，没有查理芒格这种思想的这个深邃，好不好？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王叔为什么啊要搞 Adobe， 并且重仓，好不好？这个欢迎网友跟王叔互动啊！以上讲得不对地方，请大家和王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谢谢大家。